Weierbach Altersheim Eglisau， 是 Eglisau 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小镇，在我们苏黎世。这个养老院是我1990年35年前，养老院锦标赛我们得到第1名，我们能盖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有2栋是老人家住的，这里能住差不多100个老人家。每一个老人家都有自己的房间。1990年的时候，瑞士人他们已经知道了，那时候他们也是生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孩子嘛，这些人慢慢就老了嘛。30年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不够养老院给这些人养老，所以呢，那时候就遍地开花，在瑞士每一个地方都在盖养老院。正好我这个时候碰到我的老师建筑师 Walter Schindler。他是专这一方面的，我就陪了他20年，就专门每一个地方去盖养老院。这里是我们的其中一家，在苏黎世能住100个老人，然后呢，工作人员呢是200个，就是2个人服务一个老人家。瑞士的养老院很好的，他们呢的养老金2000多，然后呢不够，我们一个老人家住要1万块，1万瑞士法郎，他们自己有2000。国家呢再给他8000，给他足够1万块来这里养老，所以这里的瑞士人是非常幸福的。这样的一栋房在我们瑞士的话呢，要200万。这里那边买一栋房子，在瑞士买一栋房子，在我们德国这里就可以买4栋，3到4栋，只是过边境那个10分钟，就另外一个价格了。后面就是森林，我们现在继续走了。你看，离我们家不远哈，挺舒服哈，进来哈。我的名字叫林丽雍，Sarah Lam， 我是来自越南的华侨，居住在瑞士46年的瑞士华侨。现在，1975年北越取得越南战争胜利，统一越南之后，将南方的私人企业收归国有。致使不少华裔华侨财产被没收，并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，许多平民遭到秘密逮捕和肆意杀害，迫使许多人抛弃财产，甚至携家人逃亡。他们选择乘坐货船、渔船，甚至木船，逃亡至香港和马来西亚一带，所以这些难民被称为船民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，自1970年至1990年间，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到200万之间，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于怒海之中。我们是那个越南华侨，我们是坐船出来的，难民出来的。13岁跟我们家人，我们全家人4代吧。祖父母啊，父母啊，我们呢，还有一些姓小的4代人，我们18个人坐船出来的，从越南去马来西亚，9个晚上8天，就去到马来西亚做难民，做了1年难民。我觉得做中国人呢，一直都要到逃难的。中国人跟犹太人，我觉得两个家族的人，永远都要有一段时间，他们就移动了，所以做中国人不是不好，就是事情很多的，所以我是他们其中之一的一个。我们呢是100年前，我的祖父祖母从潮州，1920多年的时候，民国的时候吧，中国不是还没有共产党出生的时候，是吧？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一个混乱的时期嘛，那时候很多中国人也吃苦嘛。所以我们潮州呢，它就是海源那一边嘛，他们很容易出去嘛，他们就去越南。那时候我祖母只有16岁，跟我祖父也是17、18岁，他们16岁他们就出来了，去越南。去越南呢做生意，也是开始呢，他们先做面条。我祖母啊，她是做面条，然后就卖面条，然后我祖父呢就从中国带茶叶过来，就卖茶卖面条这样。然后慢慢就生意做起来，然后呢，我的父母在那边出生，我也在那边出生，
到1975年，越南那个北方跟南方他们解放了嘛，他们说解放嘛，他们打仗了30多年嘛，就抗美嘛。1975年他们成功了嘛，美国走了，他们就把我们南方的那一些做生意啊、有房子的人啊，像我们这一些，他就把我们赶走，然后我们就18个人坐船，我们就付了很多很多黄金。我的祖父母在越南到1975年呢，住了50年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坐船出来，到马来西亚，在海岛上住了1年。然后呢，我的母亲她说，瑞士是一个国家，中立国家，没有战争。我们家里有5个男孩，我是一个女孩。她说现在太多男孩了，不想再打仗了，就我们来瑞士。是吧？有人去了澳大利亚、去美国呀、去法国，我母亲就选择了瑞士。刚好瑞士他们也愿意接受我们，所以我13岁就来瑞士。这条街叫做 Bahnhofstraße， 翻译中文呢就是火车站路。你说苏黎世的 Bahnhofstraße， 个个都知道，都是那些名表啊、贵东西啊，全部在这条街。这里呢，一平米的租金就是差不多5000一平米，所以很贵的。全世界25%的黄金和钱都集中在这里，他们就开那个直升机来这里开会的，我们是看不出来的。从这里呢到湖边，整条要走半个小时，地下全部都是黄金哈。就这下面就是了。就这下面，看不出来，所以不知道，很厉害。这个车，这个电车，在塞尔维亚也是从我们这里不用了，他就送给塞尔维亚，所以那边还用我们这边的电车。那个13岁的时候，这个国家有变动的时候呢，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譬如到今天呢，我对银行呢不信任，也是从1975年开始，就是突然间呢，银行啊，我们的钱就不能拿出来。和我们的越南钱呢，他就没几年他们就换一次，他每年他就说这个钱没用了，重新又有新的那个越南币了，所以呢，变着呢，我这个13岁的时候呢，我学了很多东西，就是银行我不信，国家我也不信了。有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还很多钱都放银行，就是我不放银行，我放一点点，不放多的。我不信银行，也不信国家，就是从那个13岁开始，就是我看到我们家人烧钱啊。我看到我们家人呢，一大堆钱没用了，就要烧掉啊，把钱烧掉哦。银行的钱拿不出来，我们做生意，我们的房子全部没有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政府也不能信任，共产党不能信任。我们这个叫什么 capitalist 啊，就是像美国啊、瑞士啊这些自由国家呢，我也不是很信，都是一样的。政治呢，我觉得呢都是很苦，给人民吃苦。capitalist 啊，美国也不好啊，不要哎呀，美国很好很好。你看，每4年就有一个变动，换一个政府又东西西的。我觉得呢，瑞士最好。瑞士政治多么稳定，或者它一个小国，是不是给那个政治家他们很容易打理？是，我觉得全世界的瑞士真的很好。我住了40多年在瑞士，越住越喜欢瑞士，就是它政治很稳啊，什么都很稳。到现在200年了，没有什么事发生。别的国家都一大堆事都在变。这里是森林的第一栋或者最后一栋房子，是一对德国人的老夫妻在这里面住。我想有一天，什么事这个房子可以拿下来，这个森林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周围都没有人，就是他一家，多棒哈、哦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青蛙不要说话，而且青蛙什么都看不到。就像我们佛家有说嘛。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，我们就看不到，我们就心清净嘛。有一些人家说了一些话，我们觉得不要听，不要收留自己的心情，我们就听不到。有一些话呢，不要说。没有想到西方人他们也懂这一些。所以我最困难的一件事呢，就是我想念我小时候的朋友，他们不在我身边。我想念我的祖母啊，她不在我身边，她去了美国。
我们8个人来瑞士，他们就10个人就去了美国，San Francisco 那边，他们去了美国，我就想念我的祖母，想念我的小朋友，想念我的吃。然后说我很痛苦，13到15岁，非常的痛苦，有5年的时间，很想回去，很想回去。然后呢，我跟我自己说，你自己决定，你要留下呢，你就把以前的事忘掉，重新在这里学习，融进他们的社会，你才能成功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还想念以前的事，你就回去吧。我跟我自己这样说。然后我想了很长的时间，我说好吧，以前的事就忘记，重新开始接受这一边的一切，只想这一边，一心一意做这边的事。然后我就5年之后我才能放下。这个地方叫 Stühlingen 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，在德国。过我们瑞士边境呢，也是一条街，2、3分钟，我们那边就是瑞士了。我喜欢住在这里，比较近，所以我喜欢住这个地方，也住了第4年了。之前呢，45年都住在瑞士苏黎世，在德国这里呢，刚刚4年。以前一些老的房子呢，他们就是要靠那个柴木来烧，煮饭啦，或者冬天取暖嘛。有一些老房子还这样，不过现在德国的法律呢，就是不给了。从这几年开始呢，就叫他们尽量呢，不要烧柴了，就要买那个机器，就是不要用这些柴木再烧了。不过有很多呢是100年的房子啊，还有这一些，以后慢慢他们就换了。德国是很严格的，他们就觉得烧这个烧的柴呢，空气不好嘛，环保不好嘛，就让他们换嘛。不过呢，我13岁呢，读了半年德语，然后呢，我就上中学，读中学。然后我那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建筑师，也是我以后20年的老师。他是很出名的一个建筑师，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盖一个养老院。1980年的时候，他盖好这个养老院，盖好之后呢，我们当地这个地方他就收留了我们过来嘛，我们一家父母和6个孩子嘛，我们个个都是很小嘛，我弟弟都是2岁、3岁、7岁、8岁，我是老2嘛，我13，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他15岁。然后呢，他们问我，他叫我去工作。然后呢，他送我去瑞士银行做了1年，学了一个3个月最简单的打 Betisting， 就是打那些票进去。我一进去3个月呢，我就不喜欢闻到那些银行啊钱的事，因为我对这些钱没有兴趣。我做那1年是我这一辈子最痛苦的1年，我那时候17岁，就是我这一辈子我最痛苦的1年，我在里面要待了1年，结束我的合同。然后我出来呢，我就跟我的干爹吧，当时的那个干爹，我说我喜欢画画，我一直都喜欢画画。我说找一份工作给我画画的。他说我这里有位建筑师，你就画建筑吧，画房子吧。我说好啊，只要我能拿笔画，什么都行。然后我拿我的画给他看嘛，我拿着我的画给我的老师，他来在我们家见我，他看到我的画，他说好，他收留我。跟他学4年建筑，他全部呢是盖养老院啊、医院啊，我就跟他学了4年。然后呢，在他那边学习，我25岁开始到40岁，25到40岁，我全部100%呢就是盖养老院啊、比赛呀、画画呀，就一直在这一方面的学习，做到40岁，直到我妈病了，我才全部放掉，就做那个中医，学中医，做中医。因为我们吃素嘛，不吃肉嘛，所以要吃一些不同的那个豆，红豆、黑豆、黄豆，还有那个英子啊，尽量吃不同的那个豆，然后要煮2、3个小时，然后就用那个鸡来打，然后吃水果，早餐这样吃。我只吃2顿饭，早餐和那个午餐，晚餐呢4点之后就尽量不吃了。我的感情很丰富呢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漂亮，因为我是全瑞士最漂亮一个女孩，他们都这样说我的。那时候我18岁，在瑞士有一批中国人嘛，他们每一个春节都搞那个春节嘛。然后我18岁的时候，他们选我出来，
让我上台说德语，我德语好嘛，让我说德语翻译。然后有一大批那些中国人啊，他们也是，他们刚刚离开中国，离开越南啊，中国地方，他们很想念国家嘛，所以春节就会搞活动，他们就选我出来，我就穿了个旗袍，然后当地那个报纸他过来写报嘛，他们这一线他都拍，他只拍我一个人，怕我穿旗袍，拍我很漂亮，这样拍我。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漂亮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那时候我才开始我漂亮嘛。漂亮的女人呢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呢？你会碰到很多不好的男人来惹你嘛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不懂嘛，觉得有男人喜欢你，就以为他爱你嘛，其实他不是爱你，他是过来玩你嘛。有些男人过来惹你，他不是爱你的，他是来害你的。所以我就经历了不好的婚姻，然后我就认识一个香港男人，就是马仔的父亲。他呢从香港过来也是没有居留嘛，我是瑞士人嘛，我跟他结婚，他就能留下嘛。然后我就帮助他语言啊，帮助他学习啊，帮助他工作嘛，然后帮他生了一个孩子嘛。然后我一样还是搞建筑的，我还是上班的。然后到我30岁的时候，我25岁嫁给他，30岁的时候，他能居留下来之后呢，他在外面他就认识另外一个女的，认识一个香港的，在我背后认识了有1年吧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当我发现的时候，我就叫他选择。是不是你要交的，你要有一个女朋友？他说他2个都要，我说可以，你2个都要都可以。那么我也在外面找一个情人，你跟我说几天在家，几天出去，我也选一个情人在外面。他说不行，那么说不行，那就离婚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离婚的时候呢，也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不知道嘛会离婚嘛。离婚的时候呢，我想。出来这个情况嘛，非常痛苦，几天不吃饭想死。当我想死的时候，几天不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我旁边有一部心经，啊。那时候我学书法嘛，我就拿支笔我就抄心经。我写心经的时候呢，我的人就不见了。我感觉呢，我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，不知道。当我回来的时候呢，我整个人呢就变回另外一个人了，就是我全部以前的那些经历啊。感情方面经历啊，结婚生孩子啊，我全部能放下，就整个人就轻松起来。我就觉得奇怪，这个心经是什么东西？它能，你抄它，你就立刻就能解决你以前那些不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从那时候30岁到60岁到现在呢，我一直都在研究心经和研究佛是什么东西，可以这样帮助一个人解决这么难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一直喜欢心经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也信佛从那时候开始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是帮助我成长。我今天有这么强，有这么 power 的 woman， 就是他教会我的。因为你要去看孩子，要搞事业啊，要把自己做得更好，就是因为你的婚姻不好，你才会自己更努力。所以有一些女人嫁得好呢，她们嫁得好嘛，她们生活好，她们就不懂得吃苦嘛。什么事情呢都是有利有弊，你活在幸福中，你就没有那么能干；你不是活在幸福中，你就要能干，你要靠自己嘛。这里就是莱茵河，也是在我们瑞士这一边。然后下面呢有这些葡萄。这里的夏天呢，每一个夏天的6、7月，他们有这个龙舟节，全世界的那些龙舟的人都来这里比赛。我40岁的时候，开始决定做中医的时候，我的诊所叫观音诊所。我的朋友啊都笑我，哇，你这么大胆，你敢叫观音诊所？我就叫观音诊所，我就真的观音保佑我。我还去找了我去古董店里面找了这幅观音，你过来看。这幅观音也许很多年了，不知道几百年了。这幅观音就一直陪我观音诊所。我们一起工作了20年，观音诊所，观音一直都保佑我的，所以我到处都是观音。这边也一幅观音，你看，原来诊所陪了我20年。就8年前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在事业上呢，做得没有那么满意，然后呢，感情方面也不好。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画家。叫李霞，
这画家呢，他有一个好朋友，就是在我那个后面刺这个佛字，还有那个佛字，你看到吗？我就叫这个教授，他是 ADH 的教授，化学的教授，他就早上教学，晚上他就写书法。我觉得他的书法非常好，我很喜欢他的书法，所以我叫他送我一个佛字，让我刺在我的背后这一方面。我们一辈子呢，就觉得观音在很远，其实观音就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譬如你碰到一些好的，你说哎呀你是观音，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你遇到不好的人，就像我的前夫这样，是不是？他对我不好，所以我就感觉他是魔鬼。其实现在想回来呢，他们也是一副观音，只有他们才能让你成功。所以呢，这些不好的人，他也是来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成熟，帮助你以后做事情呢更了解明白，就更可以明白现在的众生每一个人他们吃的苦。因为我的心跟观音连在一起，我只要想他，问他什么，他立刻就给我知道。他好像是我的老师一样啊，好像我刻了这个佛之后，有时候人家跟我说是什么事情，我就自自然然口中就说出来了。我会去想这个人问我的东西，我就自己会说话。说好之后，我就奇怪，为什么有这些话从我口中出来呢？我感觉就是有一个能量，他就说话比我本人更有智慧。如果有时候说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或者很神圣的东西，不是我说的，就是有什么力量就从我口中这样出来。因为我本人没有这么智慧嘛。我们就说到经典，以前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和尚啊，他说呀，你要练经啊，练心经啊，练金刚经啊，练地藏经啊。我说哎呀，练这是干嘛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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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都听不懂，是不是？不过现在呢，一个人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呢，看了太多人有病，癌症史，看了很多人有那些病，西医、中医都治不好的病。我们练经呢，就可以把这些冤家债主啊，其实这些病呢，中医、西医也不能看好他的。所以呢，练经，你练呢，因为你身上有一些五脏六腑嘛，这些病呢治不好。其实是冤家债主挂在你这个脏腑上面，你就得到这种病。所以你练经呢，是练给这些五脏六腑、这些冤家债主给他们听，叫他们放过你。所以你练一遍、练二遍、练1年、练2年，练到他们呢说：“哎，其实我挂在这个人的身上干嘛？我要他的命干嘛？其实我可以，我放下我就更自由，我放下我出去。”去跟佛呀、跟经啊、跟这个自然界的一些，我就会好过我挂在这人身上。我挂在他身上，我也不自由啊，是不是？我要他病他死，我也不自由，不如我就放过他，全部放下，我好他也好。也许我好吧，就是这个冤家债主他好吧，他好是他的屁事，对吗？所以他就走了。他听1遍、2遍、100遍之后，然后你也当然呢，你也叫他放过你，是不是嘛？然后他走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练经就是有这个理由，因为我们不懂嘛，为什么练经这么麻烦？练经其实就是练给这些冤家债主，给他们走。这个第一。第二，其实你在练的话呢，你自己得到健康，而且呢，你家人也得到这些护法的神，他们保佑你，还有你整这条街的那些邻居也会得到好处，大家都得到这些佛光。保护神保护你这一批的这些人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灾难，所以练经就是这个好处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到60岁才知道为什么要练经。去年呢，60岁之后，我又去学了一个Krankenpflegehelfer， 就是护工啊，就是专门照顾老人家啊。然后我就在那边学习，那边呢全部是那些老人家已经阿兹海默已经失忆了，非常非常的可怜的。我在那边做了3个月到6个月，就在这里。为什么我来这里学习呢？因为这个养老院是我30岁的时候盖嘛。
所以当我60岁的时候，我想感觉一下我在里面的那个我该感觉怎么样。所以在这里呢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自己知道就好了。35年的养老院，你看还这么漂亮哦，1990年的。我们这里吃。一到夏天呢，我们就来这里游泳了，水很清的游泳。我们《金刚经》不是说吗？一切有为法吗？一切有为法，就是它有它的规律，它怎么来怎么去，就是这个自然界，它有它的一个法律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个灵魂，做一个人，做一个动物，什么动物就不懂了。我们做人懂得思想嘛，我们就借这个身，我们这个身子100年最多，这个身就要病死就走了，所以这个灵魂还尽息，它尽息在生存嘛，所以我们还能思考，像现在能思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学习，就是你学做饭啊，你学一个专业啊，你呢也要学。我死了之后，我怎么样帮助我这个灵魂，可以找要做什么？因为灵魂呢，它就不知道它做什么了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在你死了之后，你的灵魂还能思考，他自己要做什么，你就可以练到你这个灵魂这么坚强。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。为什么灵魂能存在？这个很自然呢？你看这个自然有花有草有森林，这些都不是他有的，他是有一切有为法，他就在这里的，不是他要的，他就在这里。所以你呢就要借势吧，借着这个时间这个地方，你就活得开心啊，活得不开心的你自己选啊。有一些人活得很不开心，有些人活得这么开心，有些有钱也不开心，有些有钱人开心，有些穷人呢他也活得很开心，就是靠你自己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什么，你就要让自己开心或者自己不开心，你自己选择呀。你开心，你才能健健康康的走；你不开心，你的病死走呗。我们做人，不是说我死了我就上天堂，或者死了就下地狱。其实你在这里，你就可以找你的天堂，你可以找你的地狱，所以很重要。你自己选择了，是不是？也是要修来的。你有这个智慧，你要去修。你修不到，你就看佛书啊，佛书里面教你很多呀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不懂，我也是看佛书，慢慢的净化自己的智慧，把自己救出来，把自己活在一个天堂。活在天堂不是说啊，我有房有车有什么什么你就活在天堂，不是的。幸福感天堂你自己要去找，其实很容易的，不贪就行了。你贪，你就有100万，你要200万，200万你要300万，有1栋房你要2栋房，不要贪，够吃够喝，跟家人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最重要。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啊，跟家人在一起啊，开开心心，这个是最幸福的了。你有很多钱，你有很多房，你能带走吗？你死的那一天，连身体都带不走，是不是？你只能带走你的灵魂。那么你的灵魂带走的话，你是不是要修你的灵魂啊？让你知道，我死了之后没有这个身体，我想去那里，我想畜生在那里，我想做佛，我想做什么？你的灵魂就可以带你去那个地方。如果你的灵魂没有修，你死了，你灵魂傻乎乎的，就是变鬼啦，或者呢去变动物啦。所以呢，到一个年龄，修自己的灵性，让你自己知道死了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我说这么多，你不信那是你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以后不知道你去哪里。我修我自己可以好，然后我的亲人啊，我的朋友啊，他们问我可以帮他们。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，不愿意听的话，就你自作自受啊。你有房子有车有很多东西，你能带走吗？你死的那一天能带走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死的那一天，也不敢说。为什么不能说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啊，没有人可以活多过100岁啊。我呢，我是看缘分的，我不会随便见每一个人，我都跟他说佛呀，说这些东西，我不说的。我就跟你正常一样，都是普通人，你做的事情我都做。
当有一个人他痛苦的时候，或者他低调的时候来问我，我就跟他说一两句，然后你看他的反应，是不是？他相信你就继续说，他不相信你就不要说，他缘分还没到嘛。他缘分还没到，你跟他说也没用，你自己会发觉到，一个人能说，一个人不能说。总之，每一个人呢，我们一生呢，都是有时候很低谷的时候。低谷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碰见你的灵魂，碰见你灵魂的时候，你就会问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刚好你碰到我，碰到一些有这一方面经验的人，他们就会跟你说一些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自己也能去找的。是不是你的灵魂会带动你去找一些事情来帮助你的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嘛，里面你有的灵性，只是你一直睡着了嘛，睡着还没有起来嘛。当你很痛苦的时候，最低调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跟你的灵魂说话了，到时候他就醒来跟你说话了。30岁就接触这个佛教心经，然后从30岁到40岁。研究了10年佛，我没有跟老师，我一直自己学，自己看书，自己学，自己研究。所以我40岁的时候，我开观音诊所嘛，我就敢叫观音诊所嘛。我们的家族都是做生意的，我的叔叔在香港，在深圳，在东莞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。我离婚之后，我就去找他嘛，我说我想在那边搞建筑嘛，他就说我这里不是你的地方。中国不是你地方，你不要搞。那时候是1987年，中国还刚刚起步嘛，我就想在那边搞房地产了。我的叔叔他不建议我，他说你不认识这个地方，不要在这边搞房地产，所以我就回来瑞士做我的房地产了。我们的邻居刚刚盖了两个独立的房子在这里，因为我喜欢做房地产嘛，所以呢这个。独立的房子呢，差不多50万欧，就一个50万欧，这边50万欧加起来就是100万欧。我会加一点这些房子，因为我喜欢看，我做建筑做了20年，所以我不只是说钱，我还喜欢看他们怎么盖啊，用什么 material 啦，建筑啊，我觉得这还可以，这里挺好。这里是苏黎世的湖。这里湖边呢，那一边是给人家游泳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咖啡店，天气好呢，这里天气也坐满了人了。然后这里有很多船给人家停，那边有个餐厅，后面是保险公司。这个湖两边呢都是住满了人，我就住在湖那一边，叫 Jollycon。瑞士呢，它100年前呢，它也是很穷的一个国家，因为它全部都是山嘛，所以它也是很穷。它能富起来呢，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，就是整个欧洲打仗的时候，那些有钱人呢，他就把钱放在瑞士，然后呢，那些有钱人也跑进来瑞士避难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们欧洲打得乱七八糟的，瑞士钱进来。人才进来，所以呢，他现在他有钱，就是这个经验，就是人家打仗他就有钱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也经过100年前的苦，和他以前很穷到呢，他们的男人呢，他要去帮法国打仗，要帮意大利打仗，那些男人都出去打仗，所以在楼森有些史诗呢，睡的史诗那个呢，就是说我们的男人出去。打仗赚钱死的，就是想念这些人，就是他以前苦过，所以他们这一代者，他们很勤劳做事情，然后1年呢只有4个星期5星期假，他们就去放假，平时都乖乖的干活。所以呢，他们国家富起来，就是他们以前苦过，现在他们懂得珍视这个机会，所以他们呢就是很富有，很有创新，肯于学习。那边的人很温和，很懂事，也不张扬自己。还有小国和他国家很漂亮，风水啊各一方面就加起来，都有今天的瑞士。然后到40岁呢，我就觉得健康很重要了，我就不做了，我就学中医。我觉得呢，我妈妈去看那个西医嘛，癌症嘛，
西医我觉得他们治不了我妈的病，我觉得中医能治病，所以我就研究中医，我就去北京请了一个中医医生过来教我学中医，然后也帮我妈看病，然后呢，我就那时候我是第2家开中医诊所在瑞士。然后呢，我开中医的时候呢，我幸运，我的诊所叫观音诊所，观音给我每年呢赚100万瑞士法郎。我开了2家，请了医生，请了很多人，然后呢，我每家都赚50万，2家就是100万。所以呢，那个头10年呢，我们做得很好，我们也自己很努力的，就是每个月我要做那个讲座、讲病。登报、派传单，让他们过来认识我们的中医怎么样对这个病的治疗，然后他们就留下给我们治疗，所以我能赚这么多钱，就是有宣传，然后我医生也好，然后呢，到做了10年之后呢，就很多中国人都开中医了，然后呢，就慢慢的中医就没有做得那么好了。到我55岁的时候，到60岁呢，我觉得中医也治不到什么病了。是不是？然后我就中医西医，医生都是人，都是有一些病治不好，所以呢，要加上我们的炼经佛学来治一些不能治的病。有一些病呢，就是冤家债主的病，因为你学佛，你才知道有这一些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小孩，他来我们的诊所，他得了一种病，他很小。他刚出生了，他没有什么事情，正常的孩子。到他1岁的时候呢，他就呼吸各一方面有一种病呢，全世界很少的一种病。然后我的医生也帮他治，然后我在旁边看，我不说什么。有一天我就跟他妈说：“我说你是不是有躲过胎？有没有打过孩子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，不过我妈妈有躲过1次胎，是瑞士人嘛。”我说是了，也许这个孩子呢，他不甘心，他上你的孩子的身上，所以你孩子得了一种病。我说你相信这些吗？他说他相信。我说好吧，我诊所有这么多佛像，你选一个你喜欢的，我借给你。然后呢，我没有做过这些，不过我可以帮你请这个鬼孩子上这个佛像里面，然后你把这个佛像拿回家，你跟他忏悔。你跟他说对不起，天天跟他说对不起，然后给他吃牛奶啊、水果呀、饼干啊，每天给他听经，天天跟他说到叫他放过你孩子。然后呢，那一天呢，他要了我诊所一个佛，然后呢，他坐我这一边，我坐这一边。我说你开始想这一件事，你孩子的事，我请他出来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一个很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，就从我的背后穿过去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这个鬼已经出来了。那个孩子他就从我这里穿过去，哇！我说这么快，还没说完呢，这孩子就出来，就进那个佛像里面。然后我就把他送回家。我那天晚上呢就病了，就回家就病了1个星期。我叫我的儿子帮我刮痧，在我背后快快的刮，太冷了，很冷，很奇怪的一种冷。然后我就病了1星期。从此之后呢，我说我不是什么大师啊什么，我只是学一些道理，我就这样做，太危险了。好在他是只好鬼，那个不好的鬼他上我身了，对吗？第一次也最后一次，我就不敢碰这些东西了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问你孩子好了吗？他说他孩子好了，他们就能出国去旅行了，他孩子就病好了。他没办法，他孩子病了嘛，他什么医都求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要什么医生也帮不了他，整天就关他孩子在那医院里面，不能出来，不能碰空气。我做中医从40岁到60岁，做了20年。我们带你来一家是我们的曾经一家诊所，是一个真正的瑞士人，他学我们中医。我以前也带他去北京。去跟很多老师学习，他是我们瑞士很好的一个瑞士人，做真正的中医，很用心、很爱心的做。为什么他做得这么好呢？因为他本人有一种病，肺病，从母胎里面就出来，给西医看不好，所以他想自己学中医，自己治自己，然后呢也帮助
别人，他去治病。Gut, dein Ski ist gut. Hm? Ski? Ja, ist Nieren? gut. In Venedig. Weißt du, wen ich meine? Weiß ich nicht. 我们一起工作了有快10年，2006年到2015年在一起，所以现在独立出来创业，自己做事情了。现在呢，我觉得现在60之后呢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我想做呢，我想画唐卡，画菩萨。我觉得现在我最开心，就是我可以年轻的时候努力了一切，现在就可以好好的享受。好在我现在60岁还有健康，有很多我的朋友60岁都已经死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把诊所也卖掉了，所以现在我没有这个压力，也不用去经营，也不用去服务谁，我只享受现在这个自然界，跟我的亲人朋友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呼吸空气啊，享受湖啊，享受一些最普通的生活，吃喝玩乐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好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我很开心，我很幸运呢。我13岁呢就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入籍也入这个地方叫 Jollycon。